新来的贫困生第一次污蔑我霸凌他时，我抓起他的头发，扇了他99个巴掌，又将他头按进马桶里。给本少爷看清楚，这才叫霸凌！姐姐和未婚妻也站在我这一边。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做事一直都光明正大。第二天，陆家小少爷嚣张跋扈欺负贫困生的丑闻传遍整个学校，我不屑一顾。直到第99次贫困生污蔑我霸凌他时，亲姐和未婚妻将我堵在了厕所，逼着我下跪道歉，满眼厌恶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人家穷也有志气，你却屡次针对他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，为什么连你们也不相信我？姐姐冷酷地撇开脸。如果你不道歉，我会去禀告家族，让爷爷来罚你。心灰意冷时，眼前出现了一行行弹幕。这个男配也太嚣张了，他不道歉，影响到家族形象后就会被家族放弃，下一步就是断掉银行卡。女主上位后第一个清算他，跟他断绝关系。我咧嘴勾起冷笑，狠抽自己10几个嘴巴，血沫横飞，在他们惊骇目光中直直坠向楼下水泥地，尖叫声刺破天际。当晚，宋家庄园直升机盘旋，姐姐被按在祠堂挨了50家法棍的闷响，和未婚妻家产业被狙击的新闻一起成了圈内最大的笑话。厕所里，顾启明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，正拎着一桶水从自己头上淋下去，一边淋一边笑。你猜你姐和你未婚妻会更相信谁呢？我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这种手段来污蔑我了。顾启明是转学来的贫困生，仗着一张看似无害的脸，收获众多女生的喜爱。而我，豪门陆家的大少爷，作为孙子辈里唯一的男孩，从小被众星捧月长大，一向都是拿鼻孔看人的。对于顾启明这样的，我从不放在眼里。所以在他刻意接近姐姐和未婚妻时，我没有给他好脸色，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让他不要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，因此被他记恨在心。为了报复我，为了得到姐姐和未婚妻的关注同情，他会在路过我旁边时故意装作是被我绊倒的，还会在自己板凳上放胶水，会在抽屉里放老鼠，会自己扇自己巴掌，会自己滚下楼梯，然后污蔑我欺负他。起先姐姐和未婚妻还帮我说话，可顾启明3番5次污蔑我卖惨，姐姐和未婚妻渐渐地开始相信他，因此我仗势欺人，肆意欺凌贫困生的名声也在学校传开。而这次他又在厕所自导自演，就是想让姐姐和未婚妻和同学们更加厌恶我。见我没说话，顾启明笑意加深，想好一会儿怎么解释了吗，大少爷？说着他狠狠朝墙面撞过去，额头瞬间红肿了起来。随后厕所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他立马跪坐在地上，双手紧紧抱住自己，冷得浑身打颤。对不起，大少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靠近他们了，求你不要再欺负我了。紧接着姐姐和温庆同时撞开门，在看到地上的顾启明时，两人眼底的慌乱刺痛我的眼睛。温庆急忙脱下身上的限量外套披在顾启明身上，抬眼看我时满眼厌恶。陆迟野，你到底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？上次你在他包里放老鼠，再上次你将他锁在器材室，现在又将人堵在厕所欺负，全校人都知道你仗着家世欺负人，非要把人逼到退学才满意。而姐姐不知何时接满了一桶水，毫不犹豫地从我头上淋下去，声音冷得彻骨。好玩吗？我让你玩个够！刺骨的寒意从头顶蔓延到脚趾，心中却怒火冲天。正当我准备发疯时，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弹幕，这个男配也太嚣张了。没事，让他继续嚣张下去，他嚣张跋扈的名声人人皆知，到时候再也没有人相信他，影响到家族形象后就会被家族放弃。等男主上台了，第一个清算的就是他。看着这些字，我很快反应过来，原来我是小说里的恶毒男配，因为屡次针对贫困生，名声俱毁，被顶级豪门放弃，又被自己亲姐姐给整死。但已经知晓了结局的我，必不可能按照贫困生的轨迹走。顾启明看见我的惨状后，勾了勾嘴角，随后为我求情：“文庆、淑宁，你们别怪大少爷，怪我没有看清自己身份，还痴心妄想能和你们做朋友。以后我会主动远离你们，不再让你们因为我伤了感情。”温庆满脸心疼，将顾启明裹紧外套，轻声安慰道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陆迟野不知悔改。”随后他抬眼看我，眼神像淬了冰。陆迟野，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手指，我立刻取消婚约。姐姐也转身安抚道：“跟你没关系，从小到大所有人都惯着他，才让他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子。我现在立马让他跟你道歉。”说完，姐姐猛地拽着我的手腕，厉声道：“你要是今天不道歉，我就把你这段时间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告诉爸妈，告诉爷爷。”而此时眼前再次浮现出弹幕：“你们说陆迟野这次会道歉吗？毕竟温庆都用解除婚约威胁他了，他怎么可能道歉？等陆淑宁将他在学校做的这些事告诉家人后，陆迟野将会迎来第一次跪祠堂。”我扫了3人一眼后，用力从姐姐手里抽出我的手腕，抬起手，啪的一声，重重的扇在自己脸上。姐姐和温庆瞪大眼睛看向我，异口同声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扯起一抹诡异的笑：“你们不是心疼顾启明，还不相信我是被他污蔑的吗？现在我也让你们尝尝被污蔑的滋味，怎么样？我的好姐姐和好未婚妻。”说完，我抬起手，不停地往自己脸上扇。很快，白皙的脸蛋上出现清晰的巴掌印，红肿一片。姐姐和温庆满脸慌张地上前阻止我，我眼疾手快爬上了窗台，扯起嗓子开始大声嚎叫：“
顾启明，姐姐，文庆，我错了，放过我吧，别再打我了。当大家围过来时，只见我双颊红肿，浑身湿透的蹲在窗台上，我涕泪横流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姐姐，文庆，我真的没有欺负启明，是他自己往自己身上泼水的。上次他包里的老鼠也是他自己放的，也是他自己把自己锁在器材室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污蔑我的。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，可我真的没有做这些事。难道只有我死了，你们才相信吗？你们为了他这样对我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不想活了。随后我伸手抓住姐姐和温庆的手，朝他们阴暗的勾了勾嘴角，你们就等着和我感同身受吧。姐姐和温庆都愣在了原地，接着姐姐开口嘲讽道：我就不信了，你还真的敢跳楼。说完她甩开我的手，而就在这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转身跳了下去。嘴里还叫嚷着：你们别推我，求你们了！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迈过我。在我落地时，看见姐姐和温庆冲到窗户前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。接着一阵剧痛袭来，我整个人没了意识。此时正是下课期间，我周围迅速围满了人。陆池野怎么了？怎么会从楼上跳下来？我正好路过这里，听见陆池野说顾启明污蔑他，还让温庆和陆淑宁别打他。可陆淑宁是他亲姐，温庆是他未婚妻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陆池野啊？再说了，陆池野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跳楼？所有人目光落在我红肿的脸颊上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平日在学校嚣张跋扈惯了，没人敢欺负我，所以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此刻，在众人心里只有一个猜测，那就是我被人推下楼的。不到10分钟，我跳楼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校，不仅惊动了校长，还惊动了整个陆家。10分钟内，大量保镖以及医护人员赶往现场，远在国外的爸爸也调动了私人飞机赶回国内。我昏迷了1天1夜，除了一条腿骨折以外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刚醒来，我的病床前瞬间围满了人，我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跪在墙角的3人身上，耳边传来爷爷关切的声音：池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会跳楼？爸妈也心疼地看着我。听他们说，是你姐姐和温庆推你下楼的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姐姐激动道：我都说了是他自己跳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？爷爷转头怒喝道：闭嘴！与此同时，弹幕再次出现。怎么回事？这剧情什么时候加的？难道陆池野跳楼就是为了污蔑启明和姐姐他们？因为陆池野跳楼，顾启明他们3人都已经跪了1天1夜了。没见过这么恶心的男配，怎么感觉男配长脑子了？姐姐因为他跳楼第一次被爷爷骂了，才跪了1天1夜啊。接着我痛苦地哀嚎道：爷爷，爸爸妈妈，你们要把我做主！明明是顾启明自己往身上泼水，想污蔑我，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，他们就扇我巴掌，朝我泼水，把我逼到窗台上，让我跟顾启明道歉。我拒绝道歉，他们就把我推下去了。而且这样的事还不止这一次，每一次顾启明故意弄伤自己污蔑我的时候，姐姐和温庆都不信我，还帮着顾启明一起欺负我。爷爷，我真的好委屈啊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说完我就开始猛咳，一副虚弱至极的模样。爷爷和爸妈听完，眼里心疼更甚，而姐姐一脸怒气：爷爷，爸妈，你们别听陆池野瞎说，他在污蔑我们，明明就是他在仗着自己的身份在学校欺负启明，这些同学们都知道的。顾启明也咬着嘴唇，弱弱的开口：我没有污蔑大少爷，也没有欺负大少爷，我自知身份地位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。温庆也急切地解释道：宋爷爷，池野在撒谎，是他自己扇自己巴掌，衣服也是他自己撕扯坏的，跳楼也是他自己跳的，我们根本没碰他一根手指。听完这些话，爷爷将拐杖重重地杵在地上。没碰他一根手指。听完这些话，爷爷将拐杖重重地杵在地上，大声喝道：笑话！池野是陆家大少爷，背后有整个陆家撑腰，他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让人付出代价，何必把自己搞成这样，还跳楼污蔑你们？是啊，根本没有人敢相信这一切是我自导自演的。我朝顾启明投去一个挑衅的目光，只见他眼里恨意翻涌，却不敢多说一句话。而姐姐听闻爷爷的话，气愤地站了起来。爷爷，你为什么相信陆池野不相信我们？他真的在撒谎，他平日就在学校嚣张跋扈惯了，从启明转学过来，他就一直欺负他，这次也是他将启明堵在厕所欺负，要不是我和温庆及时赶到，被推下楼的就是启明。温庆神色认真道：宋爷爷，淑宁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是池野在欺负启明，他跳楼就是想污蔑我们。爷爷脸色阴沉，看着姐姐怒喝道：放肆！你作为姐姐，不仅不护着自己的弟弟，反而帮着外人说话。你回去领50棍家法，再抄100遍家规，在祠堂跪上7天7夜。而后他又看向温庆，眼中满是失望。
你从小和池野就有婚约，你不仅没有尽到未婚妻的责任，也帮着外人污蔑池野。陆家将会收回对你们周家的所有支持，池野和你的婚约也就此作罢。姐姐和温庆不可置信地盯着爷爷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，而顾启明将头重重磕在地上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不该让大少爷这么讨厌我。要是磕头能让大少爷消气，我愿意磕到额头流血。但求你们别罚淑宁和温庆，是我惹了大少爷生气，才连累了大家。”说着又重重磕下去。只要大少爷能好受些，就算让我立刻离开学校，再也不出现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怜我的启明宝贝，被人污蔑了还要道歉。陆池野这恶毒男配到底什么时候下线？宝宝你没错，不许道歉，要怪就怪你没有这么强大的背景，你总有一天会把陆池野踩在脚底的。姐姐和温庆满脸心疼地看着顾启明，随后两人开口道：“爷爷，这件事和启明没关系，是我没照顾好池野，你罚我吧。宋爷爷，启明家庭条件不好，能来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这件事我有错，我接受惩罚。”爷爷目光阴沉，正当他要开口时，我抢先道：“爷爷，他就算了吧，省得回头说我们欺负一个贫困生。”顾启明诧异地看着我，我微笑着看回去。污蔑我那么多次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污蔑我那么多次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。爷爷欣慰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看在池野替你说话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了你。不过你必须写份检讨，在全校同学面前跟池野道歉。要是还有下次，定不会轻饶你。”这样的结局我很满意。到了我们这一辈人丁稀薄，只有我跟姐姐两个孙子。爷爷希望我和姐姐能互相扶持，共同挑起陆家的担子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让他看到姐姐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。我要的是权利。姐姐被打了50棍，在床上躺了半个月。温庆被他父母逼着在我的病房外跪了3天3夜，祈求爷爷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顾启明回到学校后，同学们看他的目光不再像以前一样单纯，私底下都在骂他是心机男。他也尝到了被污蔑有苦难言的机会。而我在医院休养了1个月，期间报名了学校举办的学术竞赛。比赛当天，我从医院来到比赛现场，却看见顾启明坐在我的位置上。姐姐和温庆依旧守护在顾启明身侧，两人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惹得顾启明开怀大笑。见我出现，姐姐和温庆瞬间冷了脸，而顾启明稳稳地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。他仰起脸，一脸假惺惺地开口：“大少爷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本来一直想去医院探望你，但是怕你不想见到我，毕竟上次的事都是我不好，不仅害得大少爷受伤，还害得淑宁和温庆被爷爷责怪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绽开一抹温柔的笑：“我看你也报名参加这次的学术竞赛了，真的好佩服你。不过你一直在医院休养，很多专业知识肯定没来得及复习吧？没关系，我把第1名让给你，就当我的赔罪了。”我冷冷看着他，不耐烦道：“让开！”姐姐挡在顾启明身前，不满道：“陆池野，你凶什么凶？启明是关心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倒是你，就你那点本事，还来参加学术竞赛？别到时候拿个倒数第1，丢我们陆家的脸。”温庆看着我冷声道：“启明是好些，你在医院躺了1个月，估计连最基础的公式都忘了。非要参赛的话，万一成绩垫底，岂不是坐实了外界说陆家大少爷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风言风语？”我没搭理他们，再次冷声道：“让开，这是我的位置。”我刚说完，顾启明便咳嗽起来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他轻声开口：“对不起，大少爷，我真不是故意抢你位置的。上次被你浇了1桶水后，又跪了1天1夜。你也知道我身子一向不好，这1个月总是反反复复的生病。我刚刚走到这儿的时候头很晕，才坐下来休息的。我现在就还给你，你不要生气。”姐姐心疼地看着顾启明，态度强硬道：“比赛还没开始前，启明你就坐这儿休息。”随后她看向我，眼底闪过一丝恨意：“别以为有爷爷撑腰我就怕了你，总有一天我会让爷爷，会让爸妈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只要我还在陆家1天，你就别想欺负启明。”温庆也朝前一步，将顾启明挡在身后：“我也绝对不允许你再欺负启明。”我朝姐姐和温庆身后看去，此时顾启明挑衅地朝我勾了勾嘴角，无声地朝我说道：“你又能拿我怎样呢？”弹幕也疯狂炸开过，哈哈哈！明宝好帅，陆池野要是冲上去就中计了。明宝早就联系好了记者，只要陆池野失控，明天头条就是豪门疯批。系好了记者，只要陆池野失控，明天头条就是豪门疯批少爷当场霸凌病弱同学，陆氏集团股价都会跟着暴跌，爷爷也会对陆池野失望。自从上次被陆池野污蔑后，姐姐和温庆随身携带了针孔摄像头，只要陆池野敢污蔑他们，录像会第一时间传到爷爷手里。我松开双手，扶着轮椅站起来的同时，四周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你们说陆迟野这次会动手吗？陆迟野要是不动手，那就不是陆迟野了。他最是无脑了，脾气又大，一下子就炸。来下注下注，我赌50万陆迟野掀桌子，100万陆迟野抡拳头。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我的反应，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下，我双手撑在桌子上，俯视着顾启明，轻嗤道：“你想挑衅我，让我发怒，然后再让早就安排好的记者把这一切记录下来，好让我身败名裂，好让姐姐和温庆更加厌恶我，好让爷爷对我失望。”顾启明瞳孔骤缩，眼里闪过一丝不可置信，脸上透着“你怎么知道”5个大字。我轻笑了声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。”顾启明脸色骤变，随后立马换上一副委屈至极的表情。大少爷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这么对你呢？一副委屈至极的表情。大少爷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这么对你呢？我从来没想过和你为敌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你也不应该这样恶意揣测我。姐姐怒气冲冲，朝我吼道：“陆迟野，你的心到底是有多脏、多黑暗，才会空口白牙就往人身上泼脏水？我看你就是嫉妒启明，嫉妒他比你善良，比你优秀，所以你才见不得他好。”温庆声音冷如冰霜：“迟野，你到底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启明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，你编造这种阴谋论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别仗着你是陆家大少爷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”我抬眼看着姐姐和温庆，冷嘲道：“我有你们这样小脑萎缩、大脑无法思考的姐姐和前未婚妻，是我的耻辱。你们要是还想霸占我的位置，我不介意再次向爷爷告状。”见我把爷爷搬出来当靠山，姐姐和温庆紧皱着眉头，敢怒不敢言。顾启明见状，只好委屈地站起身来，但眼底的不甘心被我内入眼中。他扯了扯姐姐和温庆的衣袖，轻声道：“算了，我休息的差不多了。大少爷对我的误解不是1、2天就能解开的。”姐姐和温庆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扶着顾启明离开。看着3人离开的背影，我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4周人都能清晰听见：“把整个桌子椅子都消毒一遍，我怕有什么脏病传染给我。”顾启明身子顿了下，才朝前走去。4周一片喧哗，刚才下注的人皆一脸震惊。我操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陆迟野居然没掀桌子，也没打人啊！那我的50万不是打水漂了？哥们可是下了100万。这还是陆迟野吗？怎么感觉跳楼后变了个人？比赛结束，众人都在现场等待结果，现场议论声此起彼伏。你们猜第1名是谁？那肯定是顾启明啊！虽然他人设崩塌了，但他学术能力强，第1名极有可能是他。那陆迟野呢？你别逗我笑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陆大少爷参赛过？他不过就是来玩玩而已，名次什么的对他来说又不重要。姐姐和温庆自信满满的走到顾启明身边，姐姐拍了拍胸脯，坚定道：“启明，凭你的实力，这第1非你莫属。”温庆微笑着点头：“是啊，启明，你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第1名肯定是你的。”顾启明瞥了我一眼，随后轻声说：“其实名次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，只要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学术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”就在此时，主持人的声音响起：“各位同学，本次学术竞赛结果已出，请看大屏幕。”所有人朝大屏幕看去，待看清排名后，都一脸震惊。我操！我没看错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第1名居然不是顾启明！顾启明也顿时瞪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大屏幕。姐姐的嘴巴张得老大，随后怒吼道：“就陆迟野那猪脑子，他怎么可能是第1名？”温庆眉头紧紧皱在一起：“肯定有问题，启明的实力大家都清楚，怎么可能不是第1？”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大屏幕上第1名陆迟野，第2名顾启明的字样并不意外。我曾经骄纵任性，不学无术，在众人眼里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财阀大少爷。那时我以为我可以在家人的庇护下无忧无虑地活一辈子，所以我不争不抢，刻意将自己的锋芒隐藏起来。时间一久，导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。可他们都忘了，我从3岁起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之前总是顾及姐姐和温庆，面对顾启明的挑衅和污蔑，我总是希望姐姐和温庆能相信我。对顾启明的挑衅和污蔑，我总是希望姐姐和温庆能相信我一次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太在乎一些不值得的人，只会让我腐烂。所以我必须成长起来，证明给爷爷看，我不比姐姐差。怎么回事？这剧情怎么偏成这样了？第1明明就是我们启明啊！不是，到底谁才是男主啊？非要这么欺负我们启明吗？顾启明红着眼睛走到我面前，强颜欢笑道：“大少爷，恭喜你荣获第1名。说起来，这次竞赛我准备的也很充分，本想和你在学术上好好切磋的，我心里一直对之前的事过意不去。大少爷，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，平日里大家对你有些误解，我就希望借这个机会，让大家看到你优秀的一面。比赛之前我说过，会把第1名让给大少爷，也算是我为之前的不懂事赔罪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轻轻吸了吸鼻子，眼眶里又泛起了泪花。我是真心希望和大少爷能冰释前嫌，以后能好好相处。他话音一落，4周议论声越来越大。
难怪陆迟也能得第一，原来是顾启明故意让的。我就说陆迟也整日不学无术，怎么能得第一？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故意让的。我就说陆迟也整日不学无术，怎么能得第一？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陆迟也平日里对学术就不感兴趣，也没钻研过。即使顾启明故意把第一名让给他，他如果没点实力，怎么可能拿到第一？听到这儿，姐姐不屑地冷哼了声。说不准他早就收买了评审团，就算启明故意让他，以他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得第一。温庆沉思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也只有这样的可能了。我气笑了，抬眼直直地看向顾启明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你有没有让我？你心里清楚。既然大家都说我这第一拿的水分太大，那不如我们再比一场。”顾启明愣了一瞬，随即赶忙摆手，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，眼底却暗藏着深意。不用了，大少爷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只是下一次我可就不会再手下留情喽。我很希望再次和大少爷站在赛场上较量。我拿第一的消息很快传回了陆家。起先爷爷和爸妈都震惊不已，不过这份震惊并未持续太久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欣慰与喜悦。爷爷送了我一套价值5000万的房产，爸妈给我换了最新的限量跑车，我用这些和爷爷换了个请求，让我进入公司实习。爷爷和爸妈都有些意外，但最终同意了。而姐姐知道后，只是冷冷嘲讽了一句：“你不会以为你现在装样子，爸妈和爷爷就会把公司给你吧？”关于我拿第一是顾启明主动让给我的谣言，我也没有去理会，时间会说明一切。我每天学校和公司两头跑，顾启明想找机会污蔑我都没有时间。后来只要是学校举办的比赛，我都会参加，连着3场比赛我都拿了第一。顾启明先前说他故意把第一名让给我的话不攻自破，同学们开始拿正眼看我，也开始相信我是真的有实力，而学校也渐渐有了顾启明的谣言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之前陆迟也欺凌顾启明的事，好像都是顾启明自导自演的。你这么说，我细想了一下，好似每次顾启明和陆迟也单处时，顾启明都是一副被霸凌的样子。可按照陆迟也的性格，根本没必要私底下欺负他。听到这些谣言，顾启明坐不住了，他将我拦在无人的教室里，面目憎恨。陆迟也，你以为你散播这些大家就能相信你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我污蔑你的证据。我能污蔑你一次，我就可以污蔑你第2次、第3次。我会让陆淑宁和温庆彻底厌恶你，我会让你的家族抛弃你，我会让你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他刚说完，我一拳砸在他脸上，他整个脸被打得偏了过去，随后错愕地看着我，紧接着第2拳、第3拳，无数个拳头打在顾启明脸上。我一边打他，一边说道：“去告啊！去告诉我哥，告诉温庆，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我霸凌你了！”顾启明一边往后退，一边用手挡着脸，一边疯狂叫着：“啊，你就不怕被他们看见吗？”我加重手上的力道，不屑道：“怕？我陆迟也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。你不是一直说我霸凌你吗？我今天就霸凌给你看，什么叫真正的霸凌！”姐姐和温庆赶来时，顾启明双颊红肿地坐在地上，而我在一旁轻揉我的手。见状，姐姐和温庆立马将顾启明扶起来，朝我大吼：“陆迟也，你干什么？”我抬眼看他们，轻飘飘说道：“还能干什么？我在霸凌他。”姐姐怒目切齿地看着我：“陆迟也，我一定会告诉爷爷的。”我冷笑道：“随便，大不了我回去跪7天祠堂，反正爷爷说了，只要这次全国大学生创业比赛我能拿到第一，就给我公司20%的股份。”姐姐眼神慌乱了一瞬，她这一年来整日围着顾启明转，这些爷爷都看在眼里。而我在这几个月内连拿了几个第一，在公司实习时也表现出惊人的经商天赋，爷爷对我寄予众望。虽然只是20%的股份，但这苗头出来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。即使我犯一点小错，爷爷不会把我怎么样。最终这件事并没有传播出去，姐姐也没有选择告诉爷爷。顾启明挨了我一顿打，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，他心里恨极了。直到创业比赛当天，爷爷和爸爸也来到了现场。这次比赛主要是为各大公司招选人才，顾启明依旧参加了比赛，见我他也不再伪装。这次比赛我不会再让你的，第一名必定是我。虽然剧情偏得厉害，但是还是回到了正规。启明这次的创业方案将会惊艳全场，然后会被宋爷爷选中，邀请进入陆家集团。反击的最好方式就是无视他。就在比赛快轮到我时，我却发现我的创业方案被换掉了。可我的方案一直保管得很好，唯一能碰到我方案的只有姐姐。我悄悄退出赛场，准备去找姐姐，却正好在楼梯间碰见姐姐和温庆。姐姐见我，脸上没有意外，我开口嘲讽道：“是你偷偷换了我的方案吧？为了顾启明能拿第一，你连自己亲弟你偷偷换了我的方案吧？为了顾启明能拿第一，你连自己亲弟弟都算计。”姐姐眼眸沉了下，开口道：“这个比赛你不能参加。”我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们以为没了方案我就没办法了吗？”说完，我转身准备离开，脖颈却突然传来刺痛，我脑袋空白了1秒，随后眼前一黑，便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发现我被关在了一个狭小昏暗的空间，姐姐和温庆守在我身旁。姐姐见我醒来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“对不起，迟野，这次比赛对启明来说很重要，我不能让你参加。等这次比赛之后，你想让我怎么补偿你都行。”温庆眼里也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神情，
缓缓开口：“你从小什么都有，可启明不一样。他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充满艰辛，他一直都在为了生活拼命努力。这次比赛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。我们不会让你去添乱的，也不会伤害你。等启明拿了第一，我们就会放你出去。”我冷冷看着两人，眼神中满是不屑与嘲讽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“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顾启明做的一切都是骗你们的，你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袒护他吗？”姐姐和温庆愣了一瞬，沉默片刻后，姐姐轻声却又坚定地说道：“我相信启明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他善良、单纯，我了解他。”温庆也跟着点头，语气同样坚决：“我也相信他，他绝不是那种人。”我自嘲道：“所以我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在你们眼里就是那样的人吗？”姐姐和温庆又是一愣，随后温庆看着我说：“是池爷，你变了。”说完，两人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见两人离去，我伸手摸了摸胸前的项链，露出一抹笑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故意的。姐姐走时把我的手机也带走了，她用我的手机给爷爷发了消息，说我没准备充分，决定退出比赛。果不其然，顾启明拿了比赛第一。就当所有人都在为他庆祝时，比赛现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段段视频，视频中只有我和顾启明，我和他站在无人的楼梯口。他充满恨意地看着我：“你是陆家大少爷又如何？我总有一天会把你踩在脚底，我会让你的姐姐、你的未婚妻，还有你的亲人，全都抛弃你。”说完，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紧接着，姐姐和温庆的身影出现，顾启明立马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你们别怪大少爷，是我自己狡猾才滚下来的。全场的人看着这画面，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兴奋瞬间转为惊愕。紧接着是第二个视频，第三个，最近的一次是他将我拦在教室里挑衅我被我打了一顿的录音。陆师爷，你以为你散播这些大家就能相信你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我污蔑你的证据。我能污蔑你一次，我就可以污蔑你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我会让陆叔你和温琪彻底厌恶你，我会让你的家族抛弃你，我会让你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顾启明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姐姐和温庆更是如遭雷击，呆立在原地。紧接着，大屏幕上出现了刚刚姐姐和温庆将我绑走的画面。看到这一幕，爷爷和爸爸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愤怒与失望。顾启明嗫嚅着嘴唇：“我没有，这不是我，是谁放的？谁要害我？是不是宋大少爷？是不是他要害我？他一直看不惯我，所以想方设法的欺负我。怎么敢做不敢承认吗？”顾启明猛地转头，就看见我被一个男生扶着走进赛场。姐姐和温庆看到我的瞬间，神情微微一动。我在男生的搀扶下走上了领奖台，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人，其中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轻声开口道：“抱歉，占用大家一点时间。”随后我看向濒临崩溃的顾启明：“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每次污蔑我的时候，正好都被王明看见。这些视频也都是他偷偷拍的。要不是前些日子我偶然救了他爸，他恐怕也会带着这些秘密烂在肚子里。我被你污蔑了这么久，说实话，我要是想报复你，你觉得你还能安稳的在学校，还能若无其事的来参加比赛吗？我忍耐你这么久，不过是想要一个清白。”随后扶着我的男生，也就是王明，唯唯诺诺的开口：“陆少爷是被污蔑的，这些视频也都是我拍的，我手机里有原视频，可以当证据。”顾启明听闻此言，再也撑不住，径直跌坐在地上，仿佛失去所有力气。而我面向大家，声音坚定而有力：“为什么借这个机会公布？因为我要让所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他这样阴沟里的老鼠，根本不值得各大公司的真面目。他这样阴沟里的老鼠，根本不值得各大公司录用。而我的姐姐和未婚妻，也是因为被他欺骗，才会对我做出这样的行径。这是他应得的。”因为我这么一闹，比赛只好寥寥收场。而这件事很快传播到了学校，同学们看到网络上的视频，纷纷瞪大了眼睛。我操，顾启明心机也太深了吧！原来我们之前真的错怪陆迟爷了，他才是受害者。太恐怖了，表面看上去单纯善良，实则心狠手辣，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。等陆迟爷回学校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他道歉。此事影响太大，学校直接辞退了顾启明。而姐姐回到家后，爷爷没骂他，也没罚他，整个人仿佛老了10岁。我上前跪在爷爷面前：“对不起爷爷，我没有考虑到陆家的名声，将姐姐推了出去。但我要是不出这口气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快活，所以你罚我吧。”爷爷长叹了口气：“不怪你，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，怎能挑起陆家的担子？我看了你的创业方案，做得很漂亮，我会按照之前约定，将公司20%的股份转到你名下之后，你就好好在你父亲手下好好学习，不要让我失望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离开时，姐姐还跪在爷爷面前，
而温庆被父母逼着再次跪在陆家门口认错，因为爷爷已经发话，日后谁还敢和温家合作，就是与陆家作对，这就等于断了温家的路。5年后，我彻底接管了爸爸的位置，成了商界最冷厉的总裁。我与顾启明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包间里，彼时的他早已没了往昔的心机与算计，他被学校辞退，没有背景，加上被我曝光，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录取他。如今的他为了生计，只能凭借着尚存的几分姿色，沦为一名陪酒男模。当见到我时，他眼里除了浓浓的恨意以外，更多的是被生活搓磨得疲惫不堪的神色。临走时，他走到我身边，眼神空洞，声音干涩，又带着几分羡慕和嫉妒。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从一出生什么都有。我微微抬起头看着远方，轻笑了声。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却是自己的选择决定。说完，我大步离开，只听见后面传来一阵压抑许久、难以抑制的哭声。